我叫裴寂，专业处理各种尸僵疑难杂症，管你是千年僵尸王还是百年老厉鬼，只要骨头僵了，到我这儿都得躺平。紫食堂的规矩就一条，不收活人，专治阴阳，给钱例外。哦，活人给多少都没用，我嫌阳气压风水。今晚的客人是个穿着清朝官服的老头，浑身硬得像铁板，一进门就嚷嚷着腰间盘突出。您这是在棺材里躺太久，睡姿不对，压迫神经了。这壶罐得用3枚真火，不然吸不住您的铜皮铁骨。老头疼得龇牙咧嘴，2颗獠牙差点戳破我的按摩床。就在这时，门被一脚踹开，一个愣头青道士举着桃木剑冲进来。妖孽受死！老头还没动，我先怒了。哼，排队去，没看正忙着吗？那个道士，你肾虚，要不要先按2把？你说谁肾虚？那年轻道士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举着桃木剑的手都在抖，我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专心致志地调整着火罐上的3味真火。火苗扑地一下，从赤红色变成了幽蓝色。躺在床上的清朝老僵尸舒服地哼了一声，身上的湿气都淡了几分。妖人，你竟敢与僵尸为伍，还用邪火害人！年轻道士气得跳脚，手里的桃木剑挽了个剑花，直直朝我刺来，剑尖带着一股纯阳之气。普通鬼物挨上一下，魂飞魄散都是轻的，可惜我不是普通鬼物，我也不是人，我只是个开推拿馆的。赫连将军，麻烦抬下胳膊，这边肌肉粘连了。我头也不抬的吩咐，床上的老僵尸，也就是赫连将军，不耐烦的呜了一声，干枯的手臂猛地一挥。哪儿来的毛头小子，打扰本将军做理疗？裴师傅，这小子阳气挺足，要不给你当宵夜？赫连将军，医嘱忘了，忌辛辣，忌活物，尤其是这种气急败坏的。将军悻悻地闭了嘴，我这才慢悠悠地走到墙角，蹲下身，看着嘴角溢血，一脸我是谁我在哪儿的年轻道士。都说了排队，我伸出2根手指，在他手腕上搭了一下。年纪轻轻，气血两亏，肝火旺盛，还肾水不足。我摇了摇头，一脸的悲天悯人。看你也是个修行人，给你打个8折，全身经络疏通，附赠补肾固元套餐，一共3000冥币。现金还是扫码？道士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口气没上来，又晕了过去。唉，真是这届的道士心理素质太差。我叫裴寂，这家紫食堂的主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不是抓鬼，是给鬼推拿。用我爷爷的话说，但凡是个活物，都逃不过生老病死，那死了的也逃不过关节僵硬、魂体不畅。我们这一脉就是阴间的老中医。赫连将军的理疗做完，浑身舒坦，从僵硬的铁板变成了有点弹性的木板。他满意的从怀里摸出一块黑漆漆的令牌。裴师傅，这是前朝大内统领的腰牌，上好的阴沉木，算这次的诊金。我接过来掂了掂，成色不错。行，下次来记得提前预约，最近预约的鬼有点多。送走赫连将军，我看了看角落里的道士，还没醒。我从药柜里拿出一瓶醒神露，主要成分是百年老僵尸的口水和猫尿，对着他脸上一喷。那道士一个机灵，猛地坐了起来，眼神还有点迷茫。醒了？醒了就说说吧，师承何处？为何半夜闯我医馆？我乃龙虎山第108代弟子玄清，你这妖人休想套我的话！我不管你是什么山，砸了我的门，惊了我的客人，还弄坏了我的地板，赔钱。我乃修道之人，身无分文。哼，没钱就打工抵债。就在这时，风铃无风自动，一个穿着华丽宫装却没了脑袋的女妃飘了进来。她腋下夹着自己的脑袋，脑袋上还画着精致的妆容。裴老板，我预约了今晚的颈部缝合，要最新款的蝴蝶结样式。我冲玄清扬了扬下巴，去把客人引到2号理疗室，顺便把他的头摆正了，别让他自己拿。刚做的指甲碰坏了你赔不起。玄清看着那个无头女妃和她腋下的脑袋，两眼一翻又晕了过去。我摇了摇头，这届道士不仅心理素质差，胆子也小。玄清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打工抵债的命运。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我用缚鬼锁捆在了椅子上，这种绳子对鬼怪是禁锢，对活人嘛就是结实了点。但他是个道士，体内的阳气和缚鬼锁的阴气一冲突，浑身酸软，半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你这妖人，快放了我，不然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我正在给那位无头妃子做缝合，用的针是淬了月光的银针，现是1000年冰蚕丝。你师父很厉害？我师父乃是当代天师，斩妖除魔，法力无边。我应了一声，手下不停，很快就打好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妃子的脑袋被重新安回脖子上，她照了照镜子，满意极了。谢谢裴老板，手艺真好。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只成色极佳的玉簪，这是小费。我收下玉簪，对她摆摆手，慢走，3天内别做摇头晃脑的动作，容易开线。等妃子一走，店里又安静下来。我搬了张椅子，坐在玄清面前。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内容。首先，前台接待，客人来了你要负责引导，
其次卫生打扫，有些客人不太讲究，会掉点零件或者漏点阴气，你要及时清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端茶倒水。玄清气得浑身发抖。我堂堂龙虎山弟子，你让我伺候妖魔鬼怪，不然呢？你还想让我好吃好喝供着你？门口的风铃又响了，这次进来的是个浑身湿漉漉的水鬼，他每走一步，地上就留下一滩黑色的水印。裴大夫，我这风湿又犯了，疼得受不了。我指了指玄清，去把他扶到3号床，顺便把地拖了。玄清梗着脖子不动，我也不生气，拿起旁边的一根艾条点燃了。这不是普通的艾条，里面加了鬼哭藤的粉末。我把艾条凑到玄清的鼻子下面，一股难以言喻的酸爽气味直冲天灵盖，玄清的脸瞬间就绿了，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我拖还不行吗？我这才满意的收回艾条，解开了他身上的附鬼锁，看着玄清认命的拿起拖把。我深藏功与名，对付这种愣头青就得用点物理手段。玄清的打工生涯充满了血与泪。第一天他给一个吊死鬼引路，因为多看了人家脖子上的泪痕一眼，被吊死鬼的舌头追着抽了半个晚上。第二天他打扫卫生，想把一个骷髅架子吊的肋骨扔掉，结果被那骷髅架子追着骂败家子。第三天他给一个吸血鬼伯爵倒茶，一杯温热的鸭血，因为手抖洒了点出来，伯爵优雅地擦了擦嘴。你想不想体验一下被吸干的感觉？玄清的世界观在短短几天内被震碎了，又被强行粘合起来，然后再次震碎。他开始明白，这些妖魔鬼怪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他们会因为关节痛而呻吟，会因为皮肤不好而烦恼，会为了插队而吵架。除了长得千奇百怪，死法五花八门，他们和人似乎也没什么不同。这天晚上，店里来了个大客户，一个穿着古代铠甲、身材魁梧的将军，身后还跟着2个抬着一口巨大棺材的阴兵。裴神医，我家主上尸将出了点问题，您快给看看。我一看这阵仗就知道是比大生意，抬进来吧。棺材盖打开，一股冲天的湿气混合着雷电的焦糊味扑面而来。玄清嗷一嗓子就躲到了我身后。我定睛一看，棺材里躺着一个男人，穿着王侯的服饰，面容俊美，但双目紧闭，他的身体上布满了龟裂的痕迹，仿佛一件即将破碎的瓷器，裂缝中还闪烁着丝丝电光。这是被天雷劈了。主上本是千年不化的旱魃，前几日欲要突破，引来了9天雷劫，虽侥幸未散，但雷力入体，尸骨欲裂，动弹不得。我伸手探了探，那旱魃体内的雷力狂暴无比，横冲直撞，几乎要将他的身体撕碎。这活儿有点棘手，能治，但价格不菲。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治好主上，您要什么我们都给。去，把我的雷击木针盒拿来。玄清哆哆嗦嗦的去了，我则开始准备手术。这不仅仅是正骨，这是在跟天雷抢人。我深吸一口气，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玄清捧着一个焦黑的木盒回来，颜色发白。裴哥，这东西真的能行吗？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一套由粗到细的木针，每一根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我抽出一根最粗的木针，对准了旱魃心口的一处大穴。看好了，这叫以雷引雷。话音刚落，我手腕一抖，木针瞬间刺入，一股肉眼可见的电光从旱魃体内被引导出来，顺着木针瞬间窜满了整个房间。玄清吓得直接坐到了地上，而我站在雷光之中，面不改色。愣着干什么？过来帮忙。帮忙？玄清的声音都在打颤，他指着那满屋子乱窜的电蛇，脸比纸还白。我过去不是直接被电成灰了？你身上有我的安神符，死不了。快点，按住他的肩膀，别让他乱动。玄清咬了咬牙，像是下了什么天大的决心，连滚带爬的过来，用尽全身力气按住旱魃的肩膀，入手处一片冰凉，还带着滋滋的电流，麻得他半边身子都快没了知觉。裴哥，我感觉我要升仙了。闭嘴，影响我发挥。我双手翻飞，一根根雷击木针不断刺入旱魃的身体，每一针下去都会引出一股狂暴的雷力，整个理疗室已经变成了一个雷电的囚笼。那2个阴兵和将军早就退到了门外，一脸敬畏地看着里面。这裴神医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敢徒手掌控天雷？主上有救了，主上有救了！我听不到外面的议论，我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眼前的病人身上。他体内的雷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我需要做的就是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让它为我所用。这是一个极其精细的活，稍有不慎，不光旱魃会当场爆炸，我和玄清也得跟着陪葬。时间1分1秒过去，我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玄清也从一开始的鬼哭狼嚎变成了咬牙坚持。他能感觉到身下那具身体里的狂暴力量正在一点点变得温顺。终于，我刺下了最后一根针，所有的雷光仿佛被一个无形的漩涡吸引，尽数回收到旱魃的体内。房间里恢复了平静，旱魃身上的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皮肤也恢复了玉石般的光泽。我长出了一口气，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裴哥，玄清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我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只是脱力了而已。成了。话音刚落，棺材里的旱魃猛地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灿若星辰，却又深如寒潭，带着君临天下的威压。他缓缓坐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腕，骨节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是你救了我。我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指了指墙上的价目表。特级专家会诊，加急雷劫后遗症处理，呈会10万冥币或者等价的宝物。汉魃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姑从不欠人情。他抬手一招，他身下的那口棺材竟然开始缩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木雕，飞到我的手里。此乃养魂棺，够不够？我眼睛一亮，这可是个宝贝。够了够了，我连忙把小棺材收好。欢迎下次光临。汉魃却没走，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边的玄清身上。你身上有故人的气息。什么？汉魃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和冰冷。龙虎山玄天一脉的，对吗？玄清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下一秒，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屋子。汉魃的眼中杀机毕露。300年前，就是你派的玄天道人将本王打入深渊，镇压100年。今日就拿你的命来抵这笔债！恐怖的杀气如同实质，压得玄清喘不过气来。他的脸憋得通红，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去。不是我不管是不是你。汉魃一步步逼近，每一步都像踩在玄清的心脏上。债就要血来偿！他抬起手，指尖萦绕着一丝毁灭性的黑气。住手！老登，你要是在我的店里动手，就别怪我不客气。嬴政的动作一顿，眉头紧锁。裴寂，此事与你无关，让开。有关，他现在是我的员工，你要杀他就是砸我的招牌。我裴寂别的本事没有，护骈还是有一手的。你的员工，呵呵，一个龙虎山的道士给你这妖窟当员工，裴寂，你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没开玩笑，他打碎了我的东西，没钱赔，只能打工抵债。你要杀他可以，先把他欠款结了，精神损失费、入宫费、惊吓费，一共5万冥币。嬴政的表情凝固了，玄清也愣住了。他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我竟然还在跟他算钱，但不知为何，他心里那股濒死的恐惧竟然消散了不少。裴寂，你确定要为了一个道士与我为敌？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的规矩。在我这里，只有大夫和病人，掌柜和伙计，没有正邪，不问恩怨。你要看病，我欢迎；你要闹事，就出去。空气仿佛凝固了，嬴政身上的帝王威压和杀气与我身上散发出的淡然气场在小小的推拿馆里激烈碰撞。桌上的茶杯、墙上的挂画开始出现裂痕。玄清感觉自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撕成碎片。他死死地盯着我，这个被他视为妖人的推拿馆老板，此刻的背影竟让他感到了一丝安心。不知过了多久，嬴政身上的杀气缓缓收敛了，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好，很好，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杀他。他话锋一转，眼神如刀刮过玄清的脸。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裴寂，这个人我要了，他欠你的钱我来还。嬴政从怀中摸出一颗鸽子蛋大小的夜明珠，扔了过来。这颗鲛人泪够不够？我接住夜明珠，入手温润，里面仿佛有星河流转，价值连城。我看向玄清，玄清的脸上一片惨白，落到这个300年前的仇家手里，他的下场恐怕比死还难受。他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我掂了掂手里的夜明珠，又看了看一脸惊恐的玄清。在金钱和员工之间，我陷入了短暂的思考，然后我把夜明珠揣进了怀里，成交。玄清的眼神瞬间从求救变成了绝望。裴哥，你不能这样，我给你当牛做马，我给你打一辈子工，你别把我交出去啊！我没理他，对嬴政做了个请的手势，人你带走，钱货两清。不过我提醒一句，别弄死了，这小子阳气很纯，是个修道的好苗子，弄死了浪费。嬴政冷笑一声，像拎小鸡一样单手把玄清提了起来。放心，本王不会让他那么容易死的。说完他转身就走。救命啊！杀人了！黑心老板卖员工了！玄清的哭喊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中。店里终于又恢复了安静。我拿出那颗鲛人泪，在灯下仔细欣赏，真是个好东西。这一趟不亏。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很平静，没有了玄清的鬼哭狼嚎，店里安静了不少。就是打扫卫生和接待客人的活，又得我自己干了，还真有点不习惯。这天晚上，我刚给一个得了电脑奸的程序员做完理疗，正准备关门，门口的风铃响了，我头也不抬，打烊了，明天请早。裴神医，救命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一抬头，只见一个穿着古代将军铠甲的鬼魂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是嬴政手下的那个将军，他浑身是伤，盔甲破碎，魂体都变得有些透明。怎么回事？是道士，好多道士，
他们闯进了主上的陵墓，布下了9天锁龙阵，主上被困住了。道士，对，领头的那个自称是龙虎山天师，法力高强，我们根本不是对手。龙虎山天师，玄清的师傅，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哪是巧合，这分明是冲着嬴政去的，而源头就是玄清。嬴政呢？主上为了护我们撤退，独自抵挡阵法。现在恐怕凶多吉少。我沉默了。按理说这事儿与我无关，嬴政是死是活是他的命。可是我摸了摸怀里那颗温润的鲛人泪，拿了人家的东西，就等于欠了人家的因果。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欠因果。陵墓在什么地方？将军又惊又喜，连忙报出了一个地址。我点了点头，从柜台下拖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打开箱子，里面不是什么法器，而是一套铮亮的手术工具，有斧锯，有髓内钉，有钢板，还有一把80斤重的雷击木大锤。你在这儿等着。我拎起箱子走进了夜色中。今晚我可能要客串一下物理超度师了。秦始皇陵坐落在骊山脚下，此刻这座沉睡了1000年的帝王陵墓却被一股强大的法力波动所笼罩。陵墓上方9道金光冲天而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法阵，将整座陵墓死死锁住。金光之下，无数阴兵鬼将在哀嚎，魂体被金光灼烧，化为青烟。陵墓入口处站着一个手持拂尘、仙风道骨的老道士，他身边跪着一个年轻人，正是玄清。师傅，求您了，放过他们吧，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和他们没关系。孽徒，你竟为妖邪求情！那旱魃乃是祸世之物，今日为师替天行道，你休要多言。可是他们没有害过人，那个裴七他还在治病救鬼。一派胡言！人鬼殊途，妖魔就该被诛杀。你被妖人蒙蔽了心智，待为师除了这旱魃，再带你回山清心静性。玄阳子冷哼一声，说完他不再理会玄清，口中念念有词，加大了法阵的威力。陵墓深处传来一声压抑的怒吼，充满了痛苦和不甘，是嬴政的声音。就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我说大半夜的在这搞灯光秀呢，扰民了知道吗？玄阳子和玄清猛地回头，只见不远处的山道上，一个人影拎着一个大箱子，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月光下，那人影的面容清晰地映入玄清眼中。裴哥！玄清又惊又喜，仿佛看到了救星。玄阳子则眉头紧锁，他从我身上感觉不到丝毫的法力波动，就像一个普通人，但他能让玄清如此试探，绝不简单。你是何人？路过的一个热心市民，顺便来讨一笔债。玄阳子看到了箱子里的东西，骨锯、钢板、大锤，他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法器？讨债？对，你们龙虎山的人打伤了我的客户，还绑架了我的员工，这笔账怎么算？一个凡人也敢在贫道面前大放厥词？看来你就是那个蛊惑我一个凡人也敢在贫道面前大放厥词？看来你就是那个蛊惑我徒儿的妖人了。今日贫道就连你一起收了。他手中拂尘一甩，万千银丝化作一张大网，朝我当头照下。我没动，只是举起了手中的大锤。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在我的地盘上不守规矩。我看着那张迎面而来的大网，手臂肌肉焚起，尤其是倚老卖老的。话音刚落，我抡起大锤对着那张银丝大网狠狠地砸了下去。那张有法力凝聚的银丝大网，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像一张纸，瞬间崩碎。玄阳子如遭重击，闷哼一声，噔噔噔连退3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他那无往不利的法宝，竟然被一个凡人用一把锤子给砸碎了。我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将大锤往肩上一扛，咧嘴一笑：“你这颈椎好像不太好，要不要我帮你正一正？”庶子狂妄！他怒吼一声，从怀中摸出一张金色的符箓，符箓无火自燃，天空中乌云汇聚，一道水桶粗的闪电带着毁灭性的气息，直直朝我劈来。班门弄斧！裴哥小心！我非但没躲，反而迎着那道闪电冲了上去。在闪电即将劈中我的瞬间，我手中的雷击木大锤精准地迎了上去，那足以将一座山头夷为平地的9天神雷劈在雷击木大锤上，竟然如同泥牛入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锤上反而亮起了一丝微弱的电光。充电完毕，我感觉锤子沉重了几分，力量也更足。这雷击木本就是雷电的宠儿，寻常雷电对他来说不过是开胃小菜。玄阳子彻底傻眼了，他最强的攻击竟然给对方的武器充了电，这是什么离谱的操作？还有什么招？一起使出来吧！我扛着锤子一步步走向他。我赶时间。玄阳子怕了，他修道100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凡人。他转身就想跑，但我会给他这个机会吗？想走？我脚下一蹬，地面龟裂，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射出，瞬间就出现在玄阳子身后。一声清脆的骨裂声，我一记手刀精准地砍在了他的后颈。玄阳子身体一僵，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高位截瘫，当场拿下。我拍了拍手，走到9天锁龙阵前，看了一眼跪在地上一脸呆滞的玄清。玄清如梦初醒，连忙跑了过来。我把大锤递给他，拿着。
然后我走到一个阵眼处，深吸一口气，双手抓住了那道金光闪明的阵法光柱。看好了，这叫徒手拆阵。我腰部发力，双臂青筋暴起，口中发出一声低吼，哈哈，起！大地开始震动，那根深植于地脉的阵法光柱竟然被我硬生生的从地里拔了出来。玄清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徒手拔阵眼，这还是人吗？这比他师傅赵神雷还离谱啊！我随手把那道还在闪着金光的光柱扔到一边，走向下一个。别愣着了，一共9个，我拔一个，你给我递一把锤子。接下来的场面彻底颠覆了玄清的认知。我像拔萝卜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把9天锁龙阵的阵眼全都拔了出来。当第9根光柱被我扔到地上时，笼罩在秦始皇陵上方的法阵轰然破碎，冲天的湿气再次弥漫开来。陵墓深处传来一声龙吟般的长啸，一道黑色的身影冲天而起，正是嬴政。他虽然看起来有些狼狈，但气势却比之前更加强盛。他悬浮在半空中，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和地上昏迷不醒的玄阳子。你又救了我一次。别误会，我只是来收债的。我一脚踢在玄阳子身上。这个人还有我那个员工我带走了，没意见吧？可以，今夜之恩孤记下了。他日若有玄袍，可持此物来寻我。我接住玉佩，也没客气，直接揣进兜里。行，那我们两清了。我一手拎着玄阳子，一手招呼玄清。好了。回到子师堂，天已经快亮了。我把玄阳子扔在地上，自己先去冲了个澡。等我出来的时候，玄清正一脸纠结地看着他师傅。裴哥，我师傅他死不了，就是颈椎受损导致神经阻断引起的功能性麻痹，手法正宗，想康复也容易，来我这儿办个疗程卡就行。他现在毫不怀疑我真的能治好他师傅。你打算怎么处理他？玄清沉默了，一边是生他养他的师傅，一边是救了他2次，还彻底颠覆了他3观的妖人。他很矛盾。我不知道。那就让他先在这儿躺着吧，反正不占地方，等你想好了再说。这时躺在地上的玄阳子悠悠转醒，他动弹不得，只能眼珠子乱转。当他看到我时，眼中充满了恐惧。你究竟是魔是道？我是一个大夫，我治病也治病，我救鬼也救人，在我这里没有正邪，只有病人。老先生，你的思想出了问题，偏执极端，这是病，得治。我这里刚好有个3观重塑套餐，通过物理疗法，1个疗程保证你药到病除。看在玄清的面子上，给你打个打折。玄阳子气得差点又晕过去，我没再理他，开始准备开门营业。天黑了，子食堂的灯笼准时亮起，门口的风铃叮铃作响。第一个客人来了，是那个腋下夹着脑袋的无头妃子。裴老板，我那个蝴蝶结好像有点松了，你帮我看看。我头也不抬的吩咐，去2号屋等着。玄清熟练的迎了上去。娘娘，娘娘这边请。第2个客人是那个得了风湿的水鬼，第3个是那个总掉零件的骷髅架子。客人们络绎不绝，玄清忙得脚不沾地。他引导客人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一切都那么自然，仿佛他天生就该在这里工作。躺在地上的玄阳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看到了愁眉苦脸的画皮鬼，看到了为脱发烦恼的九尾狐，看到了因为打游戏得了腱鞘炎的剑灵。这些在他眼中应该被斩妖除魔的对象，此刻却像普通人一样排着队等着看病，而他的徒弟正在为这些妖魔服务。他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许久之后，他叹了口气，眼神变得无比复杂。我想试试那个3观重塑套餐。我正在给一个僵尸做足底按摩，闻言笑了，想通了。行，给你师傅办张卡，超级至尊 VIP， 所有项目无限畅享。玄清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一个由衷的笑容。好嘞，裴哥。嘿。午夜的推拿馆灯火通明，我看着店里和谐的一幕，僵尸在泡脚，水鬼在拔罐，吊死鬼在做牵引，玄清在给他师傅介绍套餐内容，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我伸了个懒腰，感觉生活真是该死的充实。下一个